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央视庆余年2才播2集，全国收视第一，张若昀这回淘到宝了。2024年还未过半，但剧王已经出来了。没错，就是让观众们等了整整5年的《庆余年》第2季。这部被央视看中的剧作才播了2集，就直接拿下了全国收视第一的好成绩。就连央视一套的新剧《星星的故乡》都不是《庆余年2》的对手。原班人马回归的势头也太强势了吧！关键是质量完全不输第1季，一上来就把大家带回到了爽剧模式里。这部剧的站内热度突破3万，评分高达 9.3， 还是热搜总榜的第1名。一般来说，数据表现如此抢眼的大都是观众缘和口碑积累了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庆余年2刚开播，各项数据就到了顶格，这部续作真是实火。就连热搜也是一波接一波，直接就被大家冠上了剧王的称号。但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剧情发展，观众们的自来水口碑发酵，还有央视下场接连做宣传，有望让《庆余年2》成为近几年来最火爆的国产大剧。毋庸置疑，张若昀这回淘到宝了。权谋加喜剧，熟悉的配方，精彩的味道。从《庆余年2》第1集就能看得出来，这部作品实在是太懂观众们想看什么了。先是问了大家最想问的问题：范闲到底死没死？虽然第2季已经来了，并且范闲回归，确实没死，但并不清楚严冰云捅了范闲，他是为啥没死成。于是简单一带而过，给观众揭秘后，就直接开始了第2季的剧情，一边讲权谋，一边讲喜剧，节奏快到飞起，爽感跟着就来了。首先是权谋向的内容，范闲假死本来就是要逃脱长公主和二皇子做的局，回京之后，自然是要将这一消息告知还被蒙在鼓里的太子以及皇上。不仅仅是要揭穿背后的阴谋，同时也要让自己的假死合理，给自己找一个活命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又引出了抱月楼事件，表面上是范思哲和三皇子合伙开了一家青楼，但实际两人并不知道背后都发生了什么。太子赶到时揭穿了二皇子，却发现一切都太顺了，依旧是有人在背后做局，引他们入坑。至于范闲怎么脱身，将假死欺君之罪变成情有可原的计谋一环，让庆帝原谅他的所作所为，就看接下来范闲怎么利用京都的人脉，把一潭水搅浑，占据主动权了。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抱月楼，无疑是一大切入点。其次是喜剧向的内容，该说不说，《庆余年2》的导演和编剧都是懂喜剧的，从每一个角色身上都能挖掘出一些笑点。比如二皇子还是不爱穿鞋，这一季顶着他的羊驼刘海，又多了点男不男女不女的味道。走个路扭扭捏捏的，玩起阴谋来却是心黑手狠，既有反差感，又能让观众看到他的状态忍不住笑出声。而这一季身边还多了一个一心想要走科举之路的杀手，扮演者还是狂飙里的老莫，一脸凶神恶煞，但又不怎么聪明，分分钟就能把二皇子气到翻白眼。王启年的妻女终于亮相了，可爱长着一对小梨窝的女儿，竟然被王启年了个爸爸的名字。打眼一看就让人觉得温柔的王夫人，竟然当面一道背后一套。在范闲面前展现的是贤妻良母的一面，门一关巴掌就给王启年递上了。太子张口闭口就是什么章程，为了撇清自己跟范闲的关系，
对方就站在自己眼前。都说上话了，还假装自己眼聋耳瞎，啥也听不见，看不着。而上一季的搞笑担当郭麒麟，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出场搞笑本色就出来了，一堆美人围着，但心里根本没有女色，满脑子都是他的账本，就连美女说一句账本的坏话都不行，还是那个财迷呀。从剧情来看，《庆余年2》依旧是熟悉的配方，但却有更精彩的味道。2. 全员熟面孔，张若昀又要火了。不得不佩服张若昀选剧的眼光，哪怕《庆余年》2季隔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他还是来演这部剧了。尽管续作铺皆是常态，《庆余年2》开播之前也被唱衰，但事实证明，张若昀的眼光又稳又准。他在剧中饰演的范闲，除了看起来比第1季瘦了点儿以外，还是那股味道，轻轻松松拿捏一切。尤其是在抱月楼的那场戏，当你以为二皇子的出现立马就要揭穿范闲假死的真相，让范闲万劫不复时，张若昀用一个气定神闲的表情，就演出了范闲早有预判。还有得知范思哲是抱月楼主事，以为先前老金头的死也是拜他所赐时，眼眶蓄泪，有不可置信，又有恨意，情绪把控的还是那么到位。田雨饰演的王启年也还是老样子，看着不着调，永远都是范闲身边的最强助力。当他得知自己的妻儿被拐走时，背着范闲去找二皇子，真是差一点被他骗过去了。但真想揭晓时，上一秒看着还逼不得已又愧疚的王启年，下一秒回归了圆滑鸡贼的本色，喜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郭麒麟虽然胖了不少，但演出来的范思哲还是那股财迷味，他的人设是不近女色，一心只扑在银子上，被郭麒麟诠释的根本不像是演的。看美女时他两眼无光，一看就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但眼睛看向账本时眼里却是发着光的，在范思哲的身上，财迷具象化了。女性角色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同样不少，比如高露饰演的王夫人，看起来虽然没那么强势，但一个皮笑肉不笑，再配上凶巴巴的眼神，隔着屏幕后背都出了一身冷汗。而王晓晨饰演的袁梦，则是前期剧情中的一大亮点，不只是形象贴合花魁的设定，眼神中那种凶悍却又伪善的样子，也能将一个蛇蝎心肠的美人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一部精彩纷呈、全员演技在线的大剧，也难怪有如此抢眼的表现了。如果《庆余年2》维持前期剧情的水准，相信不只是配角出圈，张若昀这位男主必然也是火上加火啊！那么这部续作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